vivo 下一代影像旗艦預計在9月正式亮相，這次型號從 X300直接跳到 X500，那 X400跑去哪裡了呢？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最近 vivo 下一代 X 系列旗艦的傳聞開始大量出現，這次的升級感覺非常大，從電池、相機、長焦、焦距、傳言都有非常大的提升。所以 X400到底跑去哪裡了呢？怎麼直接跳成 X500？那有可能是華人對於4這個數字有忌諱，另外就是升級太大，根本就是一次跳2級，所以用 X500比較貼切一些。這次傳聞流出的內容不少，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傳言。當然，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這些都是爆料跟推測，所以直接整理所有的版本給大家參考，也讓大家期待一下9月的正式發表會。X500系列目前看來會有不少款式哦。目前掌握到會有 X500、X500 Pro、X500E， 還有 X500 Pro Max。那這些應該都是會在9月推出的。那台灣也差不多會在發表會之後沒多久就會上市。那另外呢，攝影愛好者最期待的 X500 Ultra， 當然就是預計在2027年的3月才會推出哦。那應該也會有國際版啊哦。好，那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有哪些規格的進化。那我們就開始吧。先來看一下處理器部分，以往 vivo 都是聯發科技天璣處理器的首發，今年應該也不會有意外。這是聯發科技所推出的處理器，有2種傳言的命名哦，分別是天璣9600跟天璣9600 Pro。但不管哪一款，預計將會用上台積電2奈米的製程哦，會將效能跟功耗都往上拉一階。目前有一種說法，X500跟 X500 Pro 可能還是搭載天璣9500系列處理器，也就是上一代的旗艦處理器。只有定位更高的 X500 Pro Max 才會用最新的一代，也就是天璣9600系列，而明年推出的 X500 Ultra 會用上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Gen 6的處理器哦。另外 X500 Pro Max 還有 X500 Ultra 還傳出可能採用最新的 LPDDR6 記憶體，還有 UFS 5.0 的儲存空間。不過 LPDDR6 跟 UFS 5.0 能不能趕上 X500 Pro Max？這個我覺得還不確定，但是 X500 Ultra 應該是趕得上了哦。反正發表會出來之後就會知道了哦。那系統部分會是去年正式推出國際版的 Orange OS， 那在功能呢跟操作上會更好用一些。接着我們來看一下螢幕尺寸，這次 X500 系列會拉出相當明顯的產品區隔。目前 X500 跟 X500 Pro 流出是 6.37 寸還有 6.59 寸2種說法，比較合理的推測是X500 Pro 會採用 6.37 寸的螢幕，走小尺寸旗艦路線。那 X500 呢，則會採用 6.59 寸的螢幕，提供更大的顯示範圍還有電池空間。定位更高的 X500 Pro Max 則傳出會搭載 6.85 寸大尺寸的平面螢幕，並具備 2K 解析度、LTPO 可變更新率，還有最高144赫茲更新率。整體方向會偏向大螢幕的全能旗艦。那這是 X500 系列的另外一個升級重點，就是電池容量。因為矽碳電池技術越來越進步那能量密度也進化的非常的快，所以電池容量呢也會快速的提升。目前 X500 標準版流出6500毫安時、6600毫安時、7000毫安時，甚至7500毫安時等不同的版本。我覺得既然是螢幕比較大的版本，應該至少會有7000毫安時比較合理。而 6.37 寸的 X500 Pro 預計應該會落在6800毫安時附近。而 X500 Pro Max 部分，據傳呢會規劃搭載8000毫安時的超大容量電池。這部分真的很讓人期待啦，但我覺得很有可能會只是落在7500左右哦。那充電部分應該會提供100瓦有線快充、40瓦無線快充以上就給大家參考一下。接着我們來看大家最關心的拍照 ，X500、X500 Pro 跟 X500 Pro Max 3款預計都採用3鏡頭配置。這次比較特別的是主鏡頭，3款手機預計採用的都是5000萬像素1.28分之一寸 Sony 感光元件，目前是傳出是採用 LYT838啦。那這個感光元件是具備 LOFIC 技術。那之前在小米17 Ultra 評測時有聊過 LOFIC 技術，那這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哦。LOFIC 中文是橫向溢出積分電容，也就是可以把過亮的部分用感光元件旁邊的電容承接起來，也就是無論光線多亮都可以保留細節的意思。
那以往要拍出 HDR 的效果都需要多張照片去合成，但這個技術只要用一次的快門就可以達到 HDR 的效果。如果應用在影片上就可以達成影片的 HDR 效果，讓高光不過曝，那低光又有細節。這也就是沒有 Logic 技術感光元件難以達到的水準哦。超廣角鏡頭同樣維持5000萬像素，感光元件尺寸應該是比主鏡頭小一些，有可能是 Sony IMX8 系列的感光元件那長焦部分 ，X500 跟 X500 Pro 可能採用6400萬像素1/2寸的 Sony 感光元件，搭配潛望式長焦的結構那並支援長焦微距的功能。但目前不確定長焦焦距是70mm 還是85mm。其實這兩個焦距都還算蠻好用的啦。但我認為，如果是以它的主鏡頭來講的話，我覺得70mm 可能會稍微合理一些哦。X500 Pro Max 長焦焦距同樣會落在85mm 左右，那沒意外的話，應該還是搭載1.4寸2億像素三星的 HP0 感光元件，預計長焦的部分的防手震能力有機會拉到跟 X300 Ultra 同樣的 CPA 7.0。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攝影愛好者最期待的 X500 Ultra， 畢竟離正式發表還有一大段非常的長的時間所以還有幾個不同的方案都分別有傳出來。我們現在看一下主鏡頭，目前有2套方案。第一套是5000萬像素 1.28寸感光元件，搭配35mm 的等效焦距，用 Logic 技術跟微英台防手震所以這個主鏡頭呢，其實跟 X500 系列是一樣的啦，只是那個焦段不一樣。那另外一個方案就是跟現行 X300 Ultra 同樣採用1.12寸2億像素 Sony LYT901 感光元件，同樣使用35mm 的等效焦距。我覺得這個是蠻合理的因為這顆感光元件其實是蠻好用，所以我覺得用這個方案可能會稍微比較好一些。那至於超廣角鏡頭，之前 X300 Ultra 所採用的是1.28寸5000萬像素 LYT818 感光元件。不確定會不會換上有 Logic 技術的1.28寸LYT838 感光元件。其實我蠻希望是可以的因為這樣錄影的效果是非常好。那長焦部分目前也有2個不同的講法那最早有人說就 Vivo 正在評估加入10倍光學變焦鏡頭。如果加入10倍望遠，還是維持3鏡頭配置的話，就算主鏡頭採用2億像素 35mm 焦距的感光元件跟鏡頭，也有可能會發生中焦段的一個斷層我不認為真的會加入10倍如果是維持3鏡頭，我是覺得絕對不可能。那如果是增加到1個鏡頭，就是4鏡頭的話，我覺得加入10倍算是比較合理的。那比較可能的是採用1.4寸2亿像素 HP0 感光元件，但這個就跟前一代完全相同的不過還好，現在有傳出有機會採用1.12寸或是1.3寸，甚至1.4寸等不同的尺寸的2亿像素感光元件。如果可以用上1.12寸的感光元件，那真的才會有非常大進步的感受。对了 ，X500 系列除了相機電量跟處理器提升以外，這次也傳出會推出新一代的外接增距鏡，但資訊不是很清楚啦。目前已經有2.35倍跟4.7倍2款，那會不會推出更高倍率的呢？還是插在中間呢？這個是蠻讓人期待的。另外 ，Vivo 還傳出正在準備一款針對 Vlog 拍攝設計的新配件，目前不太清楚是手持握把，或是錄影控制器，或是麥克風，或是雲台，甚至把這些功能全部整合在一起的配件呢，還不知道不過從這些規劃，我們就可以看出Vivo 想做的不單純只是賣一台拍照很強的手機，而是希望把手機外接鏡頭，還有影像控制呢，還有收音設備組成一個更完整的行動創作系統那價格部分，這一次的漲價應該是勢在必行畢竟記憶體跟儲存空間元件都漲那麼多了所以手機價格應該也是會漲蠻多的。我自己猜測啦，以台灣售價來講，至少會漲到5000塊左右所以大家的荷包應該就會更緊那距離這次發表會還有一段時間，後續規格有可能繼續的修改。而且 Vivo 產品經理韓伯蕭也還沒有釋出相關的消息所以這一集就先當成新機的方向整理。那真正的答案還是要等 Vivo 來正式公布咯。以上就是 Vivo X500 系列八卦報道，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次內容。如果任何建議或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play， 我們下次見嘍，拜拜。